魏无羡缓慢地抬起眼皮，这样简单的动作他也做得无比艰难，身体僵硬的似乎不是自己的，鼻腔里似乎还充斥着灼热的焦糊味。他空茫地环视四周，视线所及之处无不是树影斑驳，陌生景物。烽烟已消，浓雾已散，夷陵老祖反噬而亡，乱葬岗余孽绞尽，除了他身死却魂存，其余无一不好，无一不妙。曾经错杀金子轩，目睹江燕离死于身前，恨不能棺椁随葬，落得干净，后血洗金陵台，遭四家围剿，怒极攻心，受鬼将分噬，痛入骨髓。而如今神智回转，却已是黄泉之身，魏无羡说不清心里到底什么滋味。当初他死状凄惨，几乎被碎尸万段，魂魄冲出体外，只觉得飘忽忽飞了数里，意识虚无。现今重归，恍如隔世，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。他一生遇尸无数，化魂之后反而笨拙了，如今轻飘飘在空中，连怎么下地都不知道。围着这座无名山头飘了好几圈，才找到了点手脚的感觉，双脚踩下地，没入土里数寸，并无实感。魏无羡一拍自己脑袋，真是做了太久的活人，连做鬼的常识都忘了，索性又腾空而起，思忖片刻，向山下飘去。山下有小镇，魏无羡光明正大混在人群中，偶尔掀个果，吹枝花，周围人见瓜果凭空落地，花无风自动，无一部大惊失色，乱成一团。魏无羡笑嘻嘻，枕着双臂，翘着腿飘在一旁，也算找到了些做鬼的乐趣。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，此地为鄱阳一带，魏无羡自觉生前未到过这一带，也不知死后怎就飘到这来了。他又进了几家酒肆，不出意外发现当年乱葬岗一战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津津有味听了一阵四大家族设计围剿乱葬岗，夷陵老祖身死魂消大快人心，又听到如今清河聂氏已衰落，修真界成金氏、蓝氏、姜氏三大家族鼎立之势。其实作为一缕魂魄，听旁人讲自己身死魂消还挺别扭，好歹曾经亦为界中人，魏无羡一时起了探听修真界近况的兴趣。反正他无处可去，曾经翻云覆雨、风光恣意的夷陵老祖，死后也只是一只连碑墓都没有的孤魂野鬼。欲探听消息最直接的方式，自然是潜于消息灵通的三大家族内。魏无羡不知道自己死了多久，听镇上人说起乱葬岗围剿也似过了好几年了。他猜到各大家族定会举行招魂仪式，只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年后消停没有。不过就算遇见了，他魏无羡也不是这么好招就是了。至于去往何处，虽说他做梦都想回莲花坞，但只要金陵还在，他就不可能回去，自然也不能去兰陵金氏。他早在遭受反噬时就已经体会过了凌迟般的痛苦，实在不想待在这两处再被凌迟一遍。人非草木，饶是他魏无羡在天怒人怨，人心也是肉长的。这样一看，姑苏蓝氏倒成了上选择，只是那一大一小两个古板实在让魏无羡头疼。好在他现在不用再听蓝启人讲学，而蓝忘机虽然一向看他不顺眼，这时候也没法压着他在藏书阁抄书，或在他耳边念叨修习邪道损身损心了，说不定还能趁他不备时在字帖上撒几点墨，书架上碰落几本书，真是妙哉妙哉。打定主意后，魏无羡便向姑苏而去。魏无羡惊奇发现魂魄飘起来，比遇见还要得心应手，又自得了一番。他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妖魔鬼怪之流，生时夷陵老祖统御鬼兵鬼将千万，没想到死后这些东西见到他还是躲得飞快。这一点着实让魏无羡郁闷，自己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成了一副邪神厉鬼的模样。这样过了2日，越进姑苏鬼怪越少，到云深不知处山脚下时，几乎就没什么灵体出没了。眼前隐约可见楼阁檐角，层峦叠翠，姑苏蓝氏屏障能防没有通行玉牌者，亦可挡怨气重的厉鬼，普通魂魄出入倒是无碍。魏无羡轻飘飘越过高墙带瓦，当年在云深不知处修学时实行宵禁，他为了出去买酒没少翻墙，这下不禁好一番感慨。重建之后的云深和记忆中那个云深并无差别，同是水榭亭台，山蓝云海。蓝家弟子与门生正在教场操练，还是那身披麻戴孝。教场之前立有一人，身形格外出挑，魏无羡隐约可见腰间佩剑，但身后未复洞箫或闲情，也不知是蓝曦臣还是蓝忘机。他看够了，又转去了后山。后山有一片草坪，少年时他没少在这喝酒打鸟睡觉，
而如今草叶依然青翠如初，不过上面居然多出了数十只兔子。魏无羡飘然而下，蹲在地上看这些圆滚滚的毛团。毛团视他为无物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他身后的一丛青草，随后腿一蹬，穿过他的身体，埋进了草丛里，三瓣嘴嚼个不停，看起来一脸幸福。魏无羡伸出手，他半透的手指抚过兔子脑袋，抓了一把空气，毛团动了动耳朵，仿佛有一阵微风拂过。云深里虽然有野兔，但这么一大群兔子显然是有人照顾的。魏无羡难得沉思了一把，总不能是蓝湛，就算他当年曾赠过蓝忘机2只兔，怕也是早被那人放走了。大概是年纪小的弟子养着玩，不过一向沉闷无趣的姑苏蓝氏能默许这种事，也是不得了的进步。魏无羡拍了拍手站起来，准备继续去寻一处合心意的好地儿，却不想被一旁一只正在蹬腿的毛团吸引了注意力。这里的兔子都是通体雪白，连一丝杂毛都没有，倒和某个纤尘不染的人很相似。而这只幼兔在眼下有一块不小的黑斑，远远看去就好像晕在生宣上的墨迹。魏无羡注意到这只兔子，自然不会是因为这朵黑斑。这只幼兔的魂魄已经有一半脱离了身体，细瘦的后腿在空中可怜兮兮地蹬个不停，明显只剩一口气了。一个念头突然浮上心来，略一迟疑，魏无羡抓住幼兔的长耳，只轻轻一提，整个魂魄就飘了出来。幼兔的头贴着他的掌心，半透明的耳抵在他的手指上，温顺而乖巧。魏无羡将它放开，新生魂魄在他脚下打了几个滚，毛茸茸的触感一闪而过，很快就跑远了。眼前只剩下一具新鲜兔尸，时间紧迫，魏无羡心一横，眼一闭，将手伸了过去。手指触到的都是温热柔软，这滩温软牢牢吸住了他的手指，忽的一股强劲拉力，魏无羡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在睁开眼睛时，满眼都是青翠草叶，还是比他头高的那种。魏无羡脸贴着地躺在草皮上，静静思考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。在修真界掀起血雨腥风的夷陵老祖夺了一只兔子的事，传出去大概够人笑个3-5年。不过其实细想，荒唐里也处处合理。夷陵老祖一死，各大家族必定严查夺舍，但料谁也不会怀疑到一只兔子身上去。再者，云深不知处禁止杀生，他至少不用顾虑谁跑到姑苏蓝氏掳了他去吊着烤。魏无羡暂时安下心来，试着动了动一双长耳，又准备仔细看看周围的兔兄兔弟们。无奈2条后腿软得像棉花，他费力地蹬了半天腿，依然躺在地上原地打转，反倒把一身皮毛都蹭上了泥。哎呦！魏无羡在心里叫了一声，这具身体太弱了，夺一只半死兔子的射也是夺，夺一只健壮兔子的射也是夺，他魏无羡怎么就没去夺左边那只又肥又大的？静静躺在地上思考人生，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响起，片刻之后，2张还带着明显稚气的小脸出现在魏无羡眼前，2人都佩戴着蓝家亲眷子弟的卷云纹抹额。说小，是因为从脸来看，这只是2个约8-9岁的孩童，但对于此时的魏无羡来说，简直太大了，大到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了这2张凑近来观察他的脸。思追，其中一个孩童道：“你看这只兔儿怕是活不久了，昨天带的东西它也没吃，今天看来更糟了，一身也脏兮兮的。”那名被叫做思追的孩童长得很清秀，魏无羡隐隐觉得眼熟，像是在哪见过。景姨，我倒是觉得他今天看起来精神了些。蓝思追提过一个细巧的竹篮，从里面拿出2个碗。韩光君交代备食须精细些，我今天把这些都切碎了，他大概能吃一点。听到韩光君3个字，魏无羡惊得差点把碗踹翻。要命！蓝湛居然真管这事，还细致到连伙食都要亲自嘱咐。魏无羡内心狂笑不已，而蓝思追和蓝景怡只看见他嘴动个不停，以为是饿了，忙搓了一个碗里的胡萝卜粒儿送到他嘴边。魏无羡耸着鼻翼把头扭开了，早在休学时他就吃够了蓝家粗茶淡饭的苦，没理由这会儿还要继续遭罪。蓝景怡皱着一张脸道：“你看吧，他还是不吃，我换个给他。”蓝思追又耐心地搓了另外一个碗里的苹果粒儿，粒儿切得又细又碎，连上面的皮都削得干干净净。魏无羡瞥了眼，抬嘴一口咬住苹果，嚼得咔嚓咔嚓响。啊，吃了吃了！果然只是孩童，刚还皱着脸，这下就已经高兴地拍起巴掌来。蓝思追道：“这只兔子上次差点被老鹰掳走，
大概是被吓着了。可不是，魂都吓掉了一半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